但是呢，对于川普来讲，他永远是那最强的。那每天都有不同的不停在变的关税大刀一直在砍下去，但是呢，也临时可能踩刹车啊。例如，对于加拿大、墨西哥，都自己发文哦，说我已经跟他们谁通了电话哈。所以本来是今天在台湾时间7号应该要4号应该要生效的，结果呢，他又自己发文说原定要生效的新关税暂缓了。暂缓1个月，让加墨两国领导人可以跟他有进一步的，包括防止芬太尼啊、销售美国这些措施。加拿大答应什么？答应要设叫做芬太尼沙皇，这个名字蛮气派的。然后要干嘛呢？以避免有各种的芬太尼再度的流到美国去。而墨西哥呢，则是派1万名的士兵。警卫队到美墨的边境去打击非法的移民啊、毒品走私啊。美国也承诺啊，会加强各种的措施，阻止很大的杀伤力的枪械流到墨西哥等等。所以各自通话的结果有一些让步。这个川普认为他就是胜利了，他是不是做到了他想要达到的目的呢？可是对于其他国家来讲，例如加拿大人却非常的愤怒。画面先看到的是在渥太华的冰上的这个曲棍球。当现场响起了美国国歌的时候，加拿大民众怎么样？嘘声四起。这种嘘声当然是因为近来这个川普的各种言论要把加拿大并吞啦等等的，或者另外一场在 NBA 直男多伦多的暴龙队主场上也一样，现场在唱起美国国歌的时候，球迷也用同样的方式，各种嘘声四起来表达不满。当然，你更有加拿大民众说要抵制美国货啊，不买美国货的各种标语跟措施也出现在各个杂货店跟店家。这个标语就是说，加拿大非卖品啊。我们帽子啊，各种 T 恤啊，什么都卖得很好。这个公司老板说，这是一种反抗的爱国情操，拒买美国货。这个是当川普把加拿大要贬低，变成纳入51州等等的谈话，觉得被侵犯了哦。但中国大陆呢，是直接。可能现在24小时内传出来，可能跟习近平呢，他的团队会有对话，结论如何，随时都在变，目前还不知道。但至少增加10%关税，理论上今天就要生效。那白宫发言人是说，两国会在几天内通话，甚至24小时之内。但是呢，中国大陆是先反制措施做出来了，重拳说先公布的包括对钨啊、锑啊这些相关的这个稀有的物资实施出口管制，即日生效。而且不等你哪一天它也立刻生效。那10号开始要实施的呢，是包括了进口煤炭啊、液化天然气这些加征15%百分比关税，原油、农业机械、大量汽机车这些部分是10%的关税。Google 呢，直接立案来调查反垄断法，所以各种的反制措施，中国大陆好像没有要退让的手软的意思，双方会怎么谈还不知道啊，商人法谈判的空间。但川普立刻暂缓了这个关税战啊，缓了一缓。在联准会来说，美国芝加哥联准会银行总裁说了，我们必须更谨慎来对待降息的步伐，因为存在着通膨可能会再次升高的风险嘛。想想看，关税战当然国内的这个物价一定会飙升啊，所以专家就说啦，黄金涨到历史新高所展现的这个意象就是贸易战持续更长时间，未来金价还会再涨啊，那全球股市股价也都会跟着波动啊。那美国对盟友，尤其最亲密的好朋友都加征关税了，德国、欧洲更剉咧蛋啊。那么德国总理肖兹说，欧盟作为强大的经济体已经准备好了，有能力用关税政策回应，不会随便被欺负了哈。等着下一波会不会就是欧洲呢？金融时报报道，英国呢正预拟反制措施，虽然英国希望跟川普密切合作。但是呢，如果英国政府永远会做最符合国家利益的事的时候，那就开战吗？有没有可能开战延烧到欧洲？川普说啊，英国已经越界了哟。你这样在贸易上面越界咯，可能可以豁免关税，但是英美之间的贸易是属于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对他也是不能完全退让，是吗？对川普的政策也要给他一些互相可谈判的筹码，他才有可能做妥协咯。那欧盟主席怎么说？他说我们准备好了，如果被美国不公平的针对，欧盟将会强硬回应。但这样想看下来，都不知道台湾100%关税，我们又能做了什么呢？赖老师，加拿大的总理杜鲁多是先软后硬啊，那他的后硬奏效了啊，也就是说他之前很软弱，百般的去讨好川普，
但是后来他的民调迟迟落到最后，他下台一鞠躬，他现在是看守政府了，要等到新的政府选出来，新的这个国会选出来以后，但是很明显的他已经不可能再连任了。这样的一个杜鲁多之后，他开始强硬。墨西哥的总统是从头到尾都强硬，但是他们在强硬的过程中有配套措施，也就是说，加拿大同意再编$13亿作为边界的这个打击非法移民芬太尼所用，那也就是多买一点大疆无人机。美国政府是很生气的。那墨西哥也会派国民警卫队，但是川普还是说你们这样做没有改变，我还是要签署。2月1号果然签署了，签署了以后生效是2月10号，结果在昨天他们3位就通了电话了，川普分别跟这2位通了电话，通了电话以后，这2位没有改变，没有增加新的筹码，结果川普突然间宣布说暂缓实施1个月。我们看到美国的评论马上出来了 ，CNN 说川普你输了，你被加拿大跟墨西哥彻底打败，这是美国 CNN 的评论。但是一直挺这个川普的 Fox 说，川普你赢了，胜利，你胜利了。到底川普赢还是输？那我们看到了至少这两通电话一打以后，加拿大并没有因为这个电话通了，而为了要寻求2月4号的豁免，然后让步，没有这个消息出来。墨西哥也没这个消息出来，所以很明显的川普是输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仗他打不得，打不得的原因在哪里？洛梨 Avoca 那个已经开始飙涨了。为什么？它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墨西哥过来的，而它是这个南美，就是美国的南方，像加州，还有美国很多家庭他们所用的广泛的原料。然后像美国卖往这个加拿大的威士忌已经很多都被下架了，尤其是加拿大已经讲明白，对于红州共和党的州施予最严厉的打击。那这个对于川普的同盟，他的同党盟友，在其中的选举可能就会受很大的一个限制。更何况美国的，因为美国的房子很喜欢用木头盖，他们的木头的木料已经开始飙涨了，鸡蛋价格也开始飙涨。为什么？很多鸡蛋都是从加拿大进口的。那很明显的，这个川普一看加拿大跟墨西哥其实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也不可能随便加。接着就来看中国大陆了，他期待的是他跟习近平能通上电话，所以白宫的新闻秘书在昨天就是说，我给你24小时通电话，结果24小时过了，电话到目前为止没有通。跟杜鲁道通完了，但中国大陆的还是没有通嘛。而非但没通，2月2号的时候，这个中国大陆的公安部就发布一个官方的声明，说芬太尼的问题根本就是你美国的错，责任全在你美国，不要甩锅到中国。换言之，也就是说，既不会增加预算，也不会增加人力。那也就是说，完全不甩你川普的指控，不给面子哈。你错就是你错，谁叫你政客、你的政界的人士跟好莱坞的演员这些拼命吸毒，而且你的学校的年轻人拼命吸毒，你应该管制好嘛。第二个，我们都是按照联合国的标准、联合国的规定，管制品出口的时候都有对方的接口。你自己本身的药局，你们怎么去偷偷的卖出去？你应该去抓你们自己的药局，你把责任算到我这边。中国不吃这套，结果你看2月4号生效的今天，中国大陆马上实施对于您刚刚所讲的这些煤炭、天然气等开始加税了，强硬的回击，对，马上就回击了，这个重拳马上就出来。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稀土的控制就更严了，2只手嘣一下子打出来，那就意思也就是说，中国人没有要怕你啊，你要贸易升级，那就来打贸易战嘛，因为已经打过一次了，而且打了4年以后，大陆的平均经济成长率5%，你美国如果不是靠印钞票，你连1都达不到。所以我觉得对大陆来讲，早就准备好了。美国智库也告诉川普说，大陆早就准备好跟你打了。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委员，如果川普用这种大加关税的做法，结论一定回到消费者身上嘛？这个各个企业一定加的各种价格就会出现在美国的市场。
所以川普这次哦，其实有人说他很厉害，我觉得他选举很厉害。你知道执政是不是很厉害？我们台湾有的政党很会选举啊，可执政就不行了。你这个执政的时候，你有办法这样子，像这样子肆无忌惮的为所欲为哦。而且你看，在选举的时候讲也就罢了，选后你讲，你看到格陵兰，你说你要把它拿下来，你加拿大更荒谬，你要把加拿大成为你的51州，你已经选上总统，坐在白宫的位置上，你还讲这样的话，很羞辱哎！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就像一个黑帮老大土匪在外面街上看到漂亮的女孩子就把她强娶回家一样嘛。这种做法真的，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我所熟悉的美国，我自认为有一点熟悉的美国，毕竟在那边念书也念了这么多年嘛，怎么会选出这样的一个总统呢？对不对？艾森豪的影子完全没有。也看不出这个 Woodrow Wilson 这个威尔逊总统的影子，小罗斯福总统那些他们有理想主义，悲天悯人，压抑强者，帮助弱者，那个色彩，那种理想主义色彩都没有了，变成你自己去变成一个迫害者了。美国以前扮演的角色是哪里有迫害，我就要去对付那个迫害者，协助，对不对？人道协助，你现在变成你自己就扮演迫害者的角色而且你讲芬太尼，我特别去查了资料，因为我觉得很怪，你知道，2024年去年1年，美国警察在美加的边境，就是从加拿大过来的人带着芬太尼被他没收，才没收了43磅。你可以用这个当一个理由说，加拿大纵容芬太尼大量的进入美国街道，然后死了数以万，不是数以万计，他的发言来讲到什么？这个百万计，数以百万计，有这回事吗？你怎么没收了43磅？而且你讲墨西哥也知道这个问题对他国家形象不好，那他也非常的努力。去年的1年，整整比前1年，他们所没收在美国、在墨西哥美墨边境没收的芬太尼少了20%。中国大陆也用打击洗钱。那你这些所谓的药头也好啊，你这些药品的这些组织，这些黑社会黑道组织，你们的洗钱，我就来监控，金流被控制，这就美国一直要大陆做，大陆也在做，所以这3个国家其实都在做，你却把它当作完全没有做，而且夸大，尤其加拿大当然很冤，你没收了43磅，你就要对我出重拳。这个用羞辱的方式，对，这个坦白讲是没有意思，而且尤其以加拿大来讲，我真的很同情他。越战的时候，加拿大政府并没有宣布加入美军对越南作战，可是加拿大年轻人2万到4万人，因为没有正式的统计，越过边境到美国参战呢，加入美军到越南去作战，波斯湾战争，加拿大也参加了，也派下阿富汗战争。越战打了20年，阿富汗战争打20年，波湾战争也拖了很久到最后加拿大都跟你并肩作战，而且坦白，杜鲁道虽然是法国人的后裔，大部分的加拿大人也是你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嘛，要不然你怎么会有5眼联盟呢？对不对？你美国、加拿大，然后这个澳洲、英国、纽西兰，你们组成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民主所建立的国家5眼联盟，你们天天在那边交换情报，那么密切，你一上来就要打人，这个我讲，这美国的悲哀就是说，我还是不了解，你们怎么选出这样的人当总统？你们带给你还没有打到敌人，却让自己的朋友纷纷中枪。你就讲这个巴拿马运河好了，你在圣诞节的时候说，我恭喜那个在守运河那些中共的军队。巴拿马总理说 nonsense 无聊，中国大陆的军队一个都没有出现在巴拿马土地上面，你用这个理由，而且你卡特是跟人家签了协议，心甘情愿把巴拿马运河的管理权还给巴拿马，因为它是个主权国家，这个巴拿马运河就在它主权国家的土地上，结果你现在反悔，你要把人家收回，而且你凭什么？虽然我讲大陆很多作为我也不是很欣赏，可是你凭什么要禁止人家要退出一带一路，对不对？那你比中国大陆表现更强横嘛，对不对？的确，巴拿马在压力下已经退出了一带一路这样就符合川普的需求了吗？将军，当然接下来关税大战还会继续下去，到什么程度也没有人知道我认为川普他是从美国的角度看事情他不是从世界的角度看事情他
它这关税大战的这个贸易壁的这种保护啊，这种关税战鼓频吹啊，会造成保守主义当道。因为你这样关税，大家都保税，大家自己保护自己，对，我就保护自己啦。因为你一直在加关税，然后变成这个违反经济学的比较利益法则，变成我便宜的卖给你，你便宜的卖给我，大家互通有无，大家都受惠嘛。你现在加入那么多关税，那我们都没办法实施这个正常的贸易了。将来变成大家都产能过剩，大家都是你的卖不出来给我，我也不买你的，你也不买我了，反正大家产能过剩，这样产能仓储压力就大了，仓储压力大，全世界各国的经济成长都会迟缓。你就迟缓，你看看到时候码头上堆了好多货柜，为什么卖不出去了？因为关税那么重，怎么卖？那会变成美国也会造成它的输入性的通货膨胀，因为关税高，关税高进口的货物少，进口货物少，这个价格就飞腾就高了。那这样的话，你看看是不是世界各国的经济成长都趋缓？那经济成长趋缓啊，失业率就要上升了。所以美国也失业上，其他各国失业率都会慢慢都会增加。因为什么？卖出去少了嘛。那么这样子失业率增加会造成贫富差距扩大。有钱人他有钱，他保守一点，他少花一些。但是穷人没有工作怎么赚钱啊？所以穷人会更穷，贫富差距更大，这个吉尼系数更大，怎么办？所以这是世界性的问题。我认为大家都会走上保守主义、走上保护主义这个路。那这个将来的话，整个川普的这个政策不是美国光受伤害啊，全世界各国都会受到伤害。这不是到货少，通膨就会来，通膨来，输入性通货膨胀就会增加。所以我们看它不是光只是美国受伤害，全世界都受伤害。CNN 才会评论啊，这是史上最蠢的关税政策。但川普就是势在必行。还有一个苦主是乌克兰吗？川普曾经保证过24小时，他一上任就要让俄乌战争停止。当然还在打啊，还没有结束。那乌克兰他到底要什么呢？现在已经不给乌克兰援助了。川普终于开口了，黑帮老大的说法暗示。基辅啊，要保持开放的态度。我们已经投入过数千亿美元帮助你了啊，所以你们有什么呢？他想要稀土资源，答案揭晓了。你用稀土来保障安全，乌克兰会愿意的哦。意思就是说，泽伦斯基他们联络过了，他愿意这样做。那川普的特使不是飞奔到乌克兰去，想要结束战争吗？他说，泽伦斯基已经表示喽，在领土立场上将有所软化，普京也将会软化立场，所以要稀土啊，要他释放领土，然后呢，还要第二套剧本。这个叫《泰晤士报》报道说，乌克兰已经跪下了，虽然没有遭遇彻底的战败，但是实力悬殊，美国援助可能再也没有了，甚至还跟他要别的，所以不得不做出领土的让步来换取停火。另外一件事情是选举，这个其实是俄罗斯最早提出来的要求，现在美国也这样说，美国要乌克兰停止战火之后要举行选举，就是要泽伦斯基下台嘛。所以呢，这个可能在年底就要举行咯，美国方面说的哦，特别是如果基辅能够在未来几个月之内就能够达成停火的话，那泽伦斯基则说，他的幕僚说的，如果这个计划只有停火加上选举，那是一个失败的计划。那怎么样？泽伦斯基到底如何让战火停止？现在有没有计划呢？他提出了4方和谈，但首先是美俄先谈。美俄的高峰会，路透社的报道，川普跟普京即将举行这个美俄高峰会，地点可能会是在沙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个地方，在第3地，为两方做准备。那如果他们自己谈，决定乌克兰的命运吗？所以泽连斯基赶快讲啊，我要4方和谈，不是只有美国、俄罗斯谈，我也要谈啊！我自己的命运我总要能参与吧。然后加上欧盟，因为大家知道欧盟相对挺乌克兰嘛，过去跟拜登的立场一样。但是呢，目前这个俄罗斯说，目前我们认为乌克兰总统没有权利举行这一类的谈判。拜登下台了以后才敢讲吗？泽连斯基居然讲了这个不能说的秘密吗？不是号称有几千亿美元到乌克兰去吗？所谓的1770亿美元，他说其实收到的连一半都不到啊！他自己还说，到底只收到这750亿，那没有收到这些去哪里了？他说我也不知道，这是拜登下台了才讲出来吗？是要黑他呢，还是有更多的秘密在其中？那么美国不去支持，英国首相突然宣布那我们来今年会给乌克兰前所未有的支持，加上30亿英镑，大概台币1229亿元呢，是真的非常大的金额。他说为了要保护欧洲，不要被俄罗斯给威胁当
川普的这各种的制裁，关税同时并进的是这个马斯克的消息传出来，要挥刀要缩减政府的预算，不是吗？首先要缩减的叫 USAID 这个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的预算，整个才并到国务院去，然后删减人力。他说这样子的话，大概可以每年少掉1兆的金额哦。这个单位过去被重要，除了乌克兰像这样议题之外，很重要的是美国精神呐，就是要拯救全球的贫困。治疗疾病、饥荒、自然灾害，就是一个人道相关的对外援助，当然也是做政治操作的软实力。现在呢，如果2023年他说这个所有的170亿美元的经费，大部分用在乌克兰的话，现在这个单位被裁掉整并，那这个前USAID 的高级官员就说了，国务院根本并进去没有能力做这个事情，所以接下来。美国的软实力、外交工具会受到严重的削减，而川普也说会裁撤之后呢，民主党议员说等于送礼物给中俄了吗？这个商业利益拱手让给其他人吗？将军，我们看这个乌克兰最惨，乌克兰的命运由美国跟俄罗斯来决定，乌克兰牺牲最大。乌克兰看他丢掉了国土，丢掉了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是3个多台湾没有了。就是他拿领土来换和谈，那简直就是拿自己的国土去投降，变成这个状况。第二个，死的最多，几十万个乌克兰士兵。乌克兰士兵他现在的征召年龄已经到17岁了，不能就是前面都已经阵亡光了，只到17岁了，不能再打。每一个年龄层，大概这一个年次只能打3个月就打光了，就要下修到16岁就不行，不能再打了。再打乌克兰真的会没人。死得最惨，还不能上谈判桌。第三个，乌克兰欠了9万个亿的新台币外债、国债，打仗就是借钱，向美国借钱，向欧洲借钱，9万个亿的新台币怎么还？因为乌克兰已经从工业国家打成农业国家了，他没有钱了嘛。农业国家光种那些大豆、玉米、小麦，那个能卖多少钱？以前是工业国家，他可以卖那个重机出去啊，甚至还有卖这个军舰出去的，都乌克兰啊。包含中国大陆的辽宁号的航空母舰，以前叫瓦雅哥，还是乌克兰的黑海造船厂造出来的。你看他以前的工业30年前那么强呢，就能做航空母舰出来。现在乌克兰战后变成农业国家，介于农业国家跟石器时代了，那怎么办？这个国家，所以整个泽连斯基的国家战略错误全盘揭幕。谈判的时候，竟然乌克兰不能上场，你看变成这个。那现在谈判不能上谈判桌，还有一个乌克兰还有一个它的资源就是稀土，现在稀土美国拿去，你看这国家啊，残成政权就算了，连自己的国家的资源矿产都不保了，所以这国家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当初的时候啊，当初整个乌克兰战争要爆发的时候，这个兵凶战危，兵者国之大事，要很审慎的来做规划，要如何去应对。西方国家不派一个兵到乌克兰战场的话，乌克兰要怎么样？这个仗要不要打下去，都没有去想好。结果没有去想好之后，只想到一些其他国家可以有武器，其他国可以招募的国际雇佣兵。国际雇佣兵看的是钱，其他的国家给了这些武器，马上就用尽，因为都是拿火力来取代人力，人不够了嘛。那这样的话都要靠这些，那这些都是钱啊，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现在竟然最残酷的事情，竟然谈判没有乌克兰的份，他怎么去决定他国家的未来？死了那么多的人，但俄罗斯还好，俄罗斯死了一些士兵，但是他占据了超过3个台湾的他的领土，整个扩张了，包含卢甘斯克，包含顿内斯克，包含扎波罗热州，还有包含了赫尔松州，还有克里米亚半岛。俄罗斯他有所得，一得一失，俄罗斯打平。但是问题是乌克兰怎么办？所以啊，我认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还有一个国家的战略的规划，跟他的国家规划非常重要。因为战略的盲目，把整个乌克兰的国家的命运通通断送了，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上任了，俄乌战争没有在24小时之内结束。现在川普说我要你的稀土，然后你还要让领土，要改选，泽伦斯基要他下台嘛？泽连斯基面临的困难可能还更多也就是说，美国跟俄国的谈判可能他连参与的可能性都没有，他的空间都没有，因为普丁的战略成功了，
普丁他一直认为说泽连斯基不具备有代表性，因为他们的总统选举应该是在去年3月就应该要改选了，泽连斯基没有改选。那当时后来美国共和党的参议员到乌克兰去访问的时候，也在问泽连斯基说，按照规定你应该改选，而且战区就在东部的一些地方，而且那些州原本就不是你完全能控制的州，那为什么不举行改选？泽连斯基当初的提出来的主张是说，一定要把选票投到战场的每一个战士的手中，要让他脱离战场回来投票，才代表这个选举的合法性。所以他说，第二个，所有的钱你要付，美国人要付。那这样的情形下，我们看到当然就不可能了嘛。那俄国就说，那你已经不是一个，你的任期已经满了，所以你不是一个合法的总统，我不跟你谈判。那这么多年，这样1年过去了，果然现在川普上来的共和党的，他们果然就要求泽连斯基要改选。现在的问题是在于，是谈判前改选还是谈判后改选？目前美国的主张是说，那可不可以停战之后就要求这个乌克兰改选？那就泽连斯基要下台了，因为泽连斯基目前的民调声望很低嘛，所以他一定要下台。可是大家在问说，那为什么会一个战争要谈止战，怎么会谈到泽连斯基改选的问题？那主要的就是泽连斯基变成是俄美谈判的一个绊脚石，所以他们等一下要把它甩开，甩在外面去了。那要把它甩在外面去，那现在接着要怎么办呢？接着就是说，好，那你泽连斯基，你目前来讲，我跟你要的就是稀土矿，因为很明显的，川普又把他的底牌泄露出来了。为什么大陆对于美国实施稀土战以来，也就是说，拜登对中国大陆实施科技战，中国的反制就是稀土战，而稀土就构成科技的当代科技最重要的原料关键。那美国很明显的出问题了。美国刚开始的时候装的没什么事一样，说我们的存量还够，很明显的存量已经用完了。它的飞机有问题了，它的坦克、它的大炮、它的导弹都有问题，甚至连手机、连电动车的石墨都有问题了，怎么办？到处在找稀土，而中国大陆的稀土的管制越来越严的情形下的时候，美国的压力越来越大。现在从乌克兰来着手，乌克兰战争已经打得一塌糊涂，国家已经是山穷水尽了，你还想要抢人家的稀土矿，这实在是太过分了。这就是新的美国队长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俄乌战争打了3年了，先前曾经不断的传出来，是不是有美国给的武器被卖到其他地方去？可是现在泽连斯基说美国说什么1000亿美元支援，他们收到的连1半都不到，其他到哪去了嘞？泽连斯基讲这句话其实讲得很狠，而且大概也忍受了很久了，因为美国一直批评乌克兰贪污太严重，所以外国对他们的援助，特别美国援助在中间就被吃掉了。可现在按照泽连斯基的讲法的话，想你美国吃的比乌克兰还严重那美国的贪污比乌克兰严重但这里面也有值得注意一件事，就美国承诺给你这么多的钱就有些只有武器给你嘛他现在讲的是包括军援嘛，对，那这个军援的东西美国的工人工作完8小时他就回家，他不会为你日夜加班的啦，所以他们你看我们跟美国买的武器，过了好几年了，钱都给了，都已经不知道生了多少利息了，请问你有没有拿到武器？也没有嘛，就是美国人他们交货的速度慢，就会这个样子那所以不见得泽伦斯基讲的是完全是正确，有的是不是不给你，是还在路上，还在生产中啦。但是呢，泽伦斯基会讲这句话，其实真正是他对美国是不满的他自己没有安全感，就是你美国现在好像走路走了一半，准备把我给卖掉了。所以他有那种发泄他内心的不满，最重要不是针对这个，是针对着川普上来以后，显然要把这个泽连斯基抛到一边，把这个乌克兰给卖了，是这件事情不满了。
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最新话题的来宾，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老师。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一开始问候语就是平安最好，真的平安是家人最重要、最基本的需求。大 S 猝逝的消息引起了国际媒体很多人的关注。在日本突然的病逝，流感这个议题引起了台湾疯打疫苗的这个风潮。但在日本的部分，流感疫苗呢已经累积病患超过了950万人，周周增加。虽然近来相对有下降一些，已经连续增加有这个相当的趋势，尤其是在人口相对密集的东京这些地方。所以流感重症患者，重症才是关键哦。会增加的原因是什么呢？转为重症，大部分是来自于接种流感疫苗的人减少所造成的吗？而日本的流感，连爱子公主也确诊，是去年12月23号发生的哦。专家提醒民众出门要记得带止痛药啦、感冒药啊、喉咙喷剂等等啊。出发前2周，如果去旅行的话，要带好疫苗。不过，因为我也刚刚从日本回来了哦，对于日本这里感觉就是身边好像很多人担心感冒啊。我们台湾朋友也很多，身边讲话都是讲中文的，但是这个流感的爆发还是集中在横滨、东京这里。据说是在病床客满、救护车不够用的情况之下，连这个所谓新冠疫情的情况让大家焦虑又发生了，甚至没有药可用吗？那我们因为这一次也看到大 S 是3次被请回家去回到了旅馆，没有一直在留院治疗，因为日本的流感重症暴增，住院的各种案例就发生了各种的困难度，包括一位没有慢性病的50多岁的女性啊，也是因为流感突然恶化状况，叶克苗等等，而且年轻人也是不能因为年轻身体健康就掉以轻心，可能这种风险要大家特别提高警觉的各种可能性。日本医院还呼吁完全没有药可用，为什么呢？建议回家去除了感染人数增加，用药不够发生是为什么？部分医疗机构过度囤药吗？因为担心没有药，先叫货，就叫了很多，就出现了，甚至还出现了假药的丑闻。不可思议的，在日本也发生了供应链整个出现的问题，造成药品的分配不均、药品短缺、医疗资源产生很大的困难，才会呼吁轻症患者不要到医院去所以库存受冲击，制药公司还宣布要停供抗流感药，这个是在日本的大型仿制药公司所宣布的。那药库这很可怕这个叫做供应抗流感的病毒药叫奥司他韦，直接停供的话，那会不会造成更严重的结果呢？那为什么这么个大国，日本这个药品大国会有短缺的可能？那这个等于是谜团嘛，总量那么够，这么充足，还会断货，还是在于整体的染疫人数各种这个政府说是明明是够的，那到底分配出了什么问题？其实日本近来的问题很大，包括除了日币一直暴跌、通膨之外，当然台币也这2天也是跌得很重，但日元的疲弱跟通膨的压力，让日本央行在考虑是否要持续升息这个利率调整到短期利率上调到0.5百分比，已经达到了17年来的最高。日本的财政首相加藤胜信说，非常担忧川普其实像我们政府也应该更关注的就是川普的可能的变数跟效应。关税政策开战对于经济的影响是什么？那甚至川普像中国大陆、加拿大、墨西哥苛征高关税，对全球一样都造成重大的重创，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日本也关切，而日本首相石破茂说，2月7号他要去访问白宫，行前呢还说不乐见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那他很忧心，甚至希望今年秋天呢，韩国 APEC 登场的时候，有可能促成跟川普的邀请。又来了，他又主动希望能够邀请川普，到时候 APEC 峰会之后到日本去访问，记得吗？上次石破茂公开说他去参加完大会，见完拜登，准备要跟刚刚当选的川普见面，结果被吃了个闭门羹。现在有没有机会真的邀请呢？但石破茂先做了一个主动的动作，他说他公开考虑要接纳加萨的居民进到日本来，包括了病患伤患接受治疗，甚至教育等等的。那日本民众气炸了，很多网民大骂。你看前面讲的，自己流感的药品都不够用的情况之下，他说要做流感肆虐、医疗失能的情况下去接收加萨的难民。
而重点是民众骂不合逻辑，他要是破帽下台，重点是川普会在乎吗？这会算是跟川普交换的一种条件吗？我自己也蛮纳闷的哦。赖老师从这个大 S 的猝逝消息，当然引起了很多疫苗还有健康的关注。大 S 的突然间离世，这个当然不只是在台湾，也不只是在两岸。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国际的很多媒体都有在报道这件事情，这代表说这个大 S 的知名度事实上是很高的，在两岸之间也好，那么在区域间它的知名度是很高，影响力也是有的啊。但是最主要是在哪里？是为什么到日本去旅游，然后之前虽然有一点感冒，去了以后竟然会就这样子离开人世。这个家人，他们的家人很难接受啊。那我想在台湾的很多民众也都很想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在日本的时候没有受到妥善的一个照顾，没有受到妥善的一个治疗，然后延误了时期，怎么会突然间这么多的连带所产生的并发症，然后造成这样的一个悲剧？这个是很多人没办法接受的。我想在台湾大家也很关注。那事实上，日本的流感在年前已经流进台湾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日币的不断的贬值，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去日本观光旅游显得非常划算啊。那在年前，我们在台湾，我那时候也刚好有一些身体微恙的时候，我们到医院已经看到了很多医生也在说不只是台湾的感冒。而且是日本的流感已经流入台湾，可是没想到日本完全刹车刹不了，而且是越来越严重。日本缺药的情况，事实上早就有传出来了。在几天前的时候，就是说日本人很多人因为担心这一股流感来得太猛太凶，所以有很多人在囤货，也就是说家里面多买一些。可是你想想看，1亿多人口，每个家里面甚至没有感冒的人也都买一些回家囤着的话，那当然就会缺货嘛。所以对日本政府来讲，他们也不晓得为什么怎么会出现这个情况。然后这个感冒的用药，理论上讲你应该是医疗用药应该要有处方针的。那很明显的，那也就是说有很多是不需要处方签的药，也就在市场上卖，然后也就被民众直接抢购一空。我们也不希望在日本的这个恐慌流进台湾来，又觉得台湾的民众要保持理性，因为我们并不严重。那我觉得大家只要，因为我至少我今天在电视台里面我已经看到了，大家都会把口罩戴起来。除了我们在上节目以外，我们看到在工作期间大家都把口罩戴起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每个人都在做预防的措施，因为大 S 的这个情况确实是引起了很多人的一个震撼啊，连我的女儿在法国，她都坚持要我去打流感疫苗，我还没有打，但是呢，她就一直强调说一定要打。那换言之，也就是坦白说，这一个事件引起了很多人的高度的关注。接着大家在问的是，日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因为日本的央行已经连续3次升息介入，要把这个日元一直往下跌的日元控制住。很明显的还是没有成功，现在在考虑再度的加息，那等于是从安倍晋三开始的3支箭，大家已经告诉日本人说，安倍晋三的经济学是错误的，而且也会造成很严重的后遗症。很明显的，安倍晋三不理，他一直执行到他下台，然后菅义伟到岸田文雄继续执行，所以一连串的错误，这种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所以造成了日币的不断的贬值的情形下，现在刹车刹不了了。日币一直贬，你的进口的材料就贵了嘛。当你进口的材料贵，然后外国的观光客过去扫货，然后你的这些产品就被外国观光客带走，然后货币贬成这个样子，对日本的经济状况很不理想。那现在本来川普要对于加拿大跟墨西哥课征关税的时候，其实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就是日本。因为日本有4大这个汽车厂，也就是丰田、本田，还有马自达以及日产，它都在加拿大跟墨西哥都有设厂，
而且都设有很多关键的零料件，然后再进入有的在墨西哥组合，有的在这个日本，然后有的在加拿大，然后再卖进去。所以当它一传出来的时候，其实对于日本来说就已经引起震撼了。那石破茂马上再过几天，应该是在2月7号、8号的时候，他就要到美国去访问。要到美国访问前，我们看到他几乎要满足川普的要求。为了要满足川普的要求，他对中国大陆的半导体的设备跟原料也要加以制裁。现在大陆已经警告日本，你这样违反这个世贸组织，而且你这样做法是他不能接受的。那换言之，也就是说，本来中日的关系在修补的过程中，你石破茂为了害怕川普对你实施的这个关税，然后你向他妥协，一旦妥协了以后，中日的关系又开始产生变化，然后你又开始按照川普的要求一直满足他的时候，也引起了日本人的不满意。我觉得这个对于石破茂来讲，一连串的决策上的一个错误，很有可能让他刚上台以来到现在想要缓和，而且慢慢的有在拉抬民意的情况下，又全部可能就破解了。我觉得一个政治人物常常都在一念之间，或是一个政治的判断错误中，给自己也给自己的国家带入不好的一个情况。方委员，我好奇的是说，那要满足美国川普的需求，这个接收加萨地区的居民到日本去医疗，这个川普真的会在乎吗？这算是给美国输神的方法吗？石破茂这个想法，说实话，我觉得他除了拍这个川普马屁，真的我想不出有别的理由。因为埃及这些国家都拒绝，你知道，其实这个是美国跟以色列讲好的一种手段，就说加沙这个地方这次带来这么大的祸害，在他们眼里面，这个地方干脆把它腾空。那巴勒斯坦人在这一带大概也差不多有将近300万吧，他们就觉得你埃及就应该接受，你约旦就应该接受，还有其他的一些的阿拉伯国家，你们多多少少都要接收，把它给分完了，这个地方就把它腾空。又变成一个没有人居住的地方，你怎么知道以色列人不会进去呢？你这个第一步是把它腾空，第二步我告诉你，以色列已经进去加沙走廊，现在整个都是以色列人了，以色列都已经进入了叙利亚的国土里面去了，叙利亚也没有打你，也跟你也没有斗争，至少目前没有，你就把人家给占领了，而且占领人就不走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阿拉伯国家，当然看出这是一个阴谋嘛。因为川普就是非常的纵容，我看这次 Harris 贺锦丽会落选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很多的阿拉伯裔的这些人，信回教、伊斯兰教这些人看不惯美国协助以色列对付了加沙，而且手段这么残忍。这个2000磅的炸弹卖给他去炸那些大楼，一枚炸弹就炸掉一栋大楼。他们不晓得川普才更厉害。你想，本来以色列首都全世界承认就在特拉维夫，后来怎么搬到耶路撒冷去了？以色列搬去，谁第一个承认他？川普就是川普啊，对不对？所以他们现在才知道说川普原来是更厉害、更狠。阿拉伯国家看得出来，你这样一个结果就是纵容了以色列，以色列跟阿拉伯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权力关系，现在已经完全倾向以色列，再把加沙走廊给腾空。然后接着再让以色列进去里面的话，那以后阿拉伯国家更不用混了，而且加沙走廊人民也不愿意走啊，所以我觉得他做这种，我觉得是很好笑的。至于说这是大 S 的问题其实你知道，在2024年去年1月到11月，日本有多少外国观光客？3338万，非常惊人。因为现在很多人没有去欧洲，因为欧洲有的地方现在非常冷。最主要，他们经济也萧条。你现在大家都跑到，尤其亚洲这些国家，币太划算了。台湾就是排名第3，去了500多万人呢。那你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说，全世界观光客往那边集中。你像如果感冒要流行的话，那当然那个中心点就慢慢就会在东京这一带嘛。所以我说实话那种春节的季节或者放假季节我实在不太喜欢赶流行，去一个全世界观光客都最喜欢去的那个热点之一。你在那里各种人来，带来了这个采购的能力，
也带来各种传染疾病在那边大家在那边交换，而且你出去本来就水土不服的情形，你在那边旅行又比较的疲倦，那你被传染的这个可能性更高。第二点大家了解，本来就中华民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健保制度全世界最好的啊，这一点还要谢谢国民党，还要谢谢连战啊，当然他极力推的啊，对不对？那你到日本去，你心里就要准备，你身体如果真的不舒服，最好不要去。那人家直接到大医院去看医生，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有各种语言沟通的问题啊，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大 S 到日本呢遭到不幸的事件呢，我认为他这个我们的外交部或者是我们的卫福部应该提供疫情的风险状况。日本是红区，提醒一下，因为每一个到日本去的都要面对3大风险。第一个，空气浓度，它的病毒风险是很高的。日本人口1亿2千万，但是它有950万人就是我们讲的 A 流，就流感，那就是1/12，它的空气里面的这些病毒是非常多的。它病毒浓度那么高，那你一去，第一大风险，你要到病毒浓度高的地方去，外交部没有提供资讯，卫福部没有提供风险警告，他们就去了。应该提供让国人知道嘛，这些毕竟外交部跟卫福部这方面的资讯最充裕，应该提供让老百姓都知道。第二个，出去外面去旅游的舟车劳顿，那也睡不好。虽然日本跟台湾它的时区没有时差，只差1个小时而已。那但是这些舟车劳顿的人晚上睡不好了，那睡不好，免疫力又下降，很容易就是染上这些流感。这个你要知道，我们每次出去的时候，一般人有时候换个地方，他就会可能就是吃不好睡不好，会有这种状况，然后整个免疫系数就下降。所以这个也应该有时候他面对这个风险，所以卫福部、外交部都应该提供。日本地区在这个时段，因为它的纬度高、温度低，然后这个流感的病毒的风险，这个浓度也高，要提醒大家注意。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林云芳委员提到了，我们这个我们叫全民健保。全民健保从民国84年3月1号，刚好到这个月刚好满30年。那我们的病例都在台湾呐，你到日本去的哪有什么的病例？你到那边日本又缺医又缺药又缺我们的病例，根本对我们这些根本没办法掌握我们的健康状况，是没有啊。到我们去那边人生地不熟，你从来没有一个感冒或者拔个牙齿在日本都没有啊，都在台湾啊。台湾的这医院的个人的病历履历非常的清楚，很容易掌握，很容易下药，又有全民健保制度的这方面的保护，所以台湾是非常棒的。那这些人出去，我认为我们的卫福部、我们的外交部以后应该多多提醒大家，哪个地方该去，哪个地方不要去。这样的话，大 S 就没事了。他一看他的体质也没有那么好，又要去那个地方病毒浓度那么高的一个国家，那是少去。那这样会不就保住了？另外，我们看那个日本要这个接受这个加萨走廊、巴勒斯坦的这些难民啊，甚至他的医疗，我认为在这一方面，日本他把他自己过好，因为日本在去年的经济成长率非常低，不到1%，它只有0.9%，所以日本在经济这方面呢，它又是现在货币又在贬值，那他这样的话弱势货币加上它的经济成长率并不好，他要去接受，我认为他是外交语言，至于他的自己的实力。我认为可能还力有未逮，是脆弱的石破茂内阁了，大家继续观察。